我真的好想買房子系列哦，今天不買，明天更貴，還適用嗎？三大關鍵跡象你要知道。先說結論哦，現在還是適用，因為房市還在冷，但很快就會有變化了，大家又開始想買房子了，有數據支撐哦。嗨，我是買房阿元，訂閱買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錢。我們上一支影片聊了預售崩盤了，如果你還沒看過的話，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來跟你討論，今天不買，明天更貴，還成立嗎？這次我們來聊一個新聞，標題我們念一下：今天不買，明天更貴，成絕響，買房不再比手速，專家鋪現在購屋三關鍵。內容我簡單講一下，就是專家指出，房市正在從情緒驅動回到居住本質，投資需求因為政策與資金條件越來越保守，自住跟首購族反而有機會用更充足的時間做出買對住久的選擇。簡單說就是自產需求的人都收手了，市場上剩下的就是自住需求的人，所以你現在可以挑的貨就變多了。那能不能挑到好貨，拼的就是你的眼光跟功課有沒有做足這樣。也就是說，如果你是現在要買來自住的，那你就去看啊，就真的盡量去看啊，不用像去年一兩天沒有下決定就被買走，甚至還加價買這樣。這個就是現在房市的狀況，可以說對首購族群相當之友善。那我也建議你，如果你近期有自產的需求，可以多約房仲看房子，那不一定要買，但至少就是開始刷經驗這樣。為什麼？因為我要開始潑冷水了。我個人認為首購族的悠閒時光就快要結束了。大概就是到過年後，房市就會慢慢轉熱起來。會不會大火開起來？我個人認為不會。因為還是要看3月的央行理監事會議的結果。但就算是央行理監事會議的結果跟去年12月一樣保持不變的話，房市會怎樣？還是要慢慢回溫的。這個我有信心。所以你要知道2026年房市回溫的原因。那我們就來討論說，為什麼我很有信心房市會在明年回溫？就算央行繼續卡也沒有用，除非祭出了更誇張的第8波信用管制，然後要爆發抗議了。好來，第一個原因，因為大家都想買房了。你看我劃線的地方根據永慶房屋調查，有高達 31% 的消費者認為未來1年是購屋好時機，其中近60%更將目光鎖定在2026上半年。當然永慶的新聞稿會這樣子發是立場問題嘛，但我們自己身邊慢慢看，我們觀察到的現象就是，反正都冷那麼久了，那價格還是盯在那邊，那就差不多是這樣了。如果真的要買，就不想再繼續等了。也就是說，現在一般民眾看一看第7波信用管制，從2024年9月打到現在，也沒看到什麼房價上的大利多啊，房價還是卡在那邊啊。所以自己自住的需求，比方說要結婚小孩快出生老婆懷孕了，這種需求一直在逼近，算，不然就可以的話，趕快看一看，買一買就這樣。那還有第二個原因是什麼？市場的體質不一樣現在大家手上非常有錢，不要忘了，我們現在台股媽了3萬點，3萬點所以大家手上不是沒有錢只是說央行打房打好凶，不然我再等等，那我先忙我的股票市場這邊，我先好好賺，能不能丟進去就好這樣。然後第3個原因新青安正式結束。而且還會有個必然發生的事情，就是新青安截止日是今年的7月31，所以排隊申請的人潮又要跑出來了除非新青安之後的替代方案更香，那大家才會延後申請。但是延後申請也是要申請所以就沒有不變熱的機會，你知道。最後你要知道你現在該怎麼做好準備如果你真的有自產的需求，我真的建議你越早上車越好原因是現在不用排隊那個民間銀行哪一家我不講在高雄的85成房貸又重出江湖了我知道你要講什麼銀行的卡什麼的，我跟你說就沒有，現在就沒有我截的這一段是12月央行理監事會議的新聞，你看我劃線的地方明年起銀行不動產貸款總量回歸各銀行內部控管，唯需按月向本行報送相關資料楊總裁就說了，好啦，就不想管了，你們自己看着辦每個月報告給我就好，就是這樣啊那其實就是另一種程度的放寬是他自己講的，你有去盯那個理監事會議的話，他在記者的會後問答裡面，那就是一種放寬就這樣。那現在楊總裁就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你們不要太誇張就好。所以如果你的個人條件跟買的地段沒有什麼太大狀況的話，應該貸款都會相當順利才对。我甚至敢這樣子猜就是從現在到過年前不出意外，
應該是最好上車的時機點哦。因為現在這列火車還停在月台上，蒸汽才冒出來，鍋爐也才開始要加溫而已。等過完年，它就準備要出去了，就要出發了哦。到時候你就要跑着上車了。當然，你也不要聽我這樣講，你就硬上，然後到時候被套5年10年，再來說我亂講話哦。我們還是穩健為主，能蛋黃就蛋黃。如果上不了蛋黃，至少買在有重大建設的或發展中的蛋白哦，這樣對你來說是最安全的。我真的不建議你為了要上車哦，然後硬上一個什麼蛋殼。現在的趨勢已經很明顯了，蛋殼5年後、10年後可能還是這個價，甚至有可能還要往下跌，因為少子化哦，資源集中。所以你可以隨時去蛋殼啊，比方說你退休想要去好山好水的地方，那你就去哦。那你不用現在搶這個時機點，然後你去置產在蛋殼，然後期待它翻1倍、翻2倍，不太可能哦。穩健的蛋黃啊，哦，我最推薦還是穩健的蛋黃。你要這樣想哦，就是大家講說蛋黃沒有什麼重大建設，沒有，我告訴你，蛋黃的重大建設才多嘞，真的是很多哦。沒辦法，人口就聚集在這裡啊，然後各種需求就會跑出來哦。講完了，我們整理一下，我們今天講了今天不買，明天更貴，這種情緒驅動的時代已經逐漸淡去，首購族可以更悠閒的挑選房子，但是這種好時光可能快要結束，因為房市有3個回溫的主因：第一，自住需求逐漸逼近。第二，大家口袋有錢，股票3萬點。第三，新青安大規模申請人潮，就是即將要截止，所以未來房市回溫的幾率還是大的，這是真的啊，就是這樣啊，回溫就是會變大哦。我當然知道這集影片出去底下又有人要噴，你就繼續看多什麼啊，我就看多啊。我們在挑蛋黃的好東西，就真的還在創高嘛。我隨便講，愛河第一排的那個景觀，山河湖海的景觀，然後再來是圖書總館，高雄圖書總館的第一排哦。這個面向的房子哦，社區是一回事，它的朝向又是另一回事。我們又不是看那個什麼面中庭哦。好啊，這種你要它跌怎麼跌？而且我們都已經在安全的中古了哦，現在真的有問題都是預售。結論就是，如果你有明確置產的計劃，到農曆年前趕快入市，你就選安全的蛋黃區或有發展潛力的蛋白區是會非常穩健的選項。最後我想問你，你認為2026最佳置產的時機是什麼時候 ？A. 農曆年前先入買一間，B. 3月的理監事會議之後會比較清楚， C. 等6月的理監事會議再做決定。對哦，講八卦之前先打個岔。長期看我的朋友都知道，高雄置產要找誰？找台灣房屋美術之星店林店長。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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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小老鼠5個 go， 免費的哦。那每隔幾天你都可以看到一些有增值潛力的房子被 po 出來。那跟我說好友已經加到超過7000人了，真誇張。那想置產台北市、新北市的朋友，就加台北101蕭店長的 LINE， 小老鼠 buy 台北，小老鼠買台北這樣。那讓蕭店來幫助你成為天龍人，跟我說已經超過2000人加入了趕快加，越早加入越早挑案件。買了雙北，你想要裝潢，你就找漢一室內裝修啊。裝潢找誰？不是找，就是怕被當盤子敲嘛。我就推薦漢一陳老闆，反正問不用錢。小老鼠漢一HANYI 漢一，你想要只做一間廁所的翻新，這都可以反正你先問，拍照傳過去。去丈量討論之後再說，漢一很有實力的，資訊欄裡都有連結。那你看全台房市冷淡中，高雄的重大建設卻一個都沒有停。那你不趁現在挑房子，你是要等重大建設落成以後，你去搶貴的，你才高興是嗎？加入買房阿元的 YouTube 頻道會員，我把高雄置產增值的寶藏都埋在那裡了。如果你是蘋果手機你記得你要用網頁來加，你不要用那個內建的 App 來加。不然會被多收蘋果稅。反正我就一直研究一直拍那能拉抬房價的高雄市蛋黃區重大建設，那有阿元看房系列，就直接帶你去看會增值的房子是長什麼樣子。現在加入就能獲得幫你整理的高雄重大建設都不用猜我自己也有買高雄，所以你放心，你看到的真的就是我自己正在身體力行的功課。現在就加入買房阿元的 YouTube 頻道會員。馬上加，馬上開始抄作業。最後提醒你，不要炒房，不要炒房，不要炒房。你買在重大建設旁邊配合政府的公益出租人的政策，做個好房東，守住房子，自然老了有房也有錢。
我剛看 YouTube 的後台有74%的觀眾朋友都在看而已，沒有按訂閱就這樣還有55000訂閱，那就麻煩你幫我按訂閱，應該不久後就10萬了。10萬有什麼好處這樣我就會比較爽。對，按了嗎？按了好，感謝你的訂閱，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錢。講八卦房地產本來就很慢房地產現在就是我自己的判斷，就是你要自產中古尤其是有重大建設的我會員影片都有拍嘛現在就要上，最好現在就要上。現在是房市急凍的狀態然後冷到現在，從第7波信用管制以後，影響最大的其實就2條，第一個是第255層然後第二個是豪宅線。那銀行貸款的很難貸要排撥的這個事情已經解了你只要找民營銀行就好了，你不要再去找土銀合庫了，那一定就是要卡你那我也沒辦法，大家就來排隊。但是你去找民營银行，利率比較高是沒錯，但是它的建價也会比較高你自己去權衡一下。我認為蛋黃的中古你要自產就趁現在。我觀察到一個現象，就是可能過年要拼現金，你知道然後以前的那個它的價格都沒變但是你去談的價差都有變鬆動。現在屋主要少賣100萬，可是趕快簽一簽，過年前是 OK 的是 OK 的，過年拼現金所以我個人認為，如果你要自住你可能搞了整個過年還要再舊家過年什麼有的沒的，然後新房子還沒下來，覺得很煩，就再研究。但是如果你是自產就沒有差現在趕快去談現在趕快去看，在2024年不會出現的房子現在都跑出來了，過年換現金真的是可以趕快看一看我有朋友也是在買在這種情況之下還是在買，然後也是買实價登錄附近的但是那個社區重點就是以前幾乎沒有釋出現在有釋出居然有去談還能買在實價登錄附近，那很好啊那這就是我們在看蛋黃中的中古電梯大樓然後第一排有景觀的這種，它的戰鬥力還是足足的好。那你在衰的時候，整個市場在衰的時候，你把這種東西吃起來以後呢，你就等2年、3年、5年以後，這中間再遇到房地產的榮景再一次，你就上去了那一上去的補漲會做到什麼程度？有可能可以達到8位數的價差，8位數個十百千，你自己算一下所以現在房地產冷是一回事，因為我要賣的時候不要冷就好了。我真的莫名其妙我們現在在做房子都是拉5年週期然後每次講房市我看多就被噴被噴就來噴，我沒差。我們是5年後那你現在2026你就加嘛，2030、2031的這個階段，不要是到時候我要賣的時候不要是冷盤就好啦。我跟你講，這幾率很大，這幾率非常的大即使是冷盤也沒有關係過了5年高雄市的都心有一大堆重大建設都要落成。你可以這樣判斷，就2030高雄市的都心有一堆重大建設要落成。2030以前高雄市你趕快看一看，可以的話就要上了至於做功課要怎麼參考，去看我的會員影片不要買錯東西然後你去看我會員影片那附近我會員影片不是說我拍了然後旁邊一定 OK， 裡頭我還是有分析給你說這個東西就叫好不叫座，帶不來人潮對房地產沒什麼幫助，你自己仔細甄別。總之就是2030以前趕快自產的話，在高雄自產個幾間弄起來，然後等到2030重大建設好了一波，刷了一波就上去了莫名其妙就是上去了，沒辦法，因為這個都市就是越來越強，我的判斷是這樣。所以現在房市冷沒什麼問題房市冷我們就慢慢看慢慢挑你自產的話就要是現在這種時機比較好吧，還是你要2024我們要亂加價亂搶東西亂搶房子？現在多好啊，慢慢挑慢慢看反正我要賣的時候不要是房地產冷到不行的境界就好了所以還是很安全。像我們都已經上車的，老實說現在就是過日子，然後就等那個時間到，然後就這樣中間有機會的話，然後再自產個1間2間起來，都在重大建設旁邊，很穩當的。來，你認識律師朋友嗎？沒有的話，你馬上就要有了。我在高雄好不容易才認識的超強律師朋友介紹給你，聽好婚前財產分配、婚後財產分別、買賣房屋糾紛、買到漏水屋、買到凶宅、預售屋廣告騙人、前屋主不肯搬走、仲介隱瞞事實、擔心合約有陷阱、樓上漏水不修、遺產分配不公、贈與小孩房子、擔心房子被詐騙、借名登記不肯還、遇到裝潢蟑螂、驗屋驗到想告人、室內裝潢糾紛、法拍屋糾紛、車禍賠償糾紛、家人遇到詐騙、土地被霸佔、遺囑相關問題、
對付二鄰居，對付二房東，對付二租客。剛念的有中一個你就加，加了馬上就問。賴的 ID 是小老鼠 low help， 小老鼠 LAWHELP，加就對了，不要拖。法律事情越拖只會越難處理，祝你順利。